hear your voice over and over, sitting on the beach of Dover. What is happening, oh dear, in my head? If we can be together, maybe one day forever. 因为今天玩的开心吧，应该也还行吧都。他虽然话不多，但是他就是话不干。你不要先看看信吗？你不要先看看信吗？好，你不要先看看信吗？我也没回那个这消息，这是这手机回，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是收到了管家发说要发今天的消息，然后我那时候在拿我的另一台手机回我的工作消息，鑫哥在坐对面，然后他可能以为我在编辑信息吧。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先看看信吗？走，看。张哥很 real， 鑫哥很 real。你别当面，我求你了啊！你让我那啥，看。等我先坐起。对不起。对，算了，你这最高节目不服对。哥，我对你的心意我觉得我的今天出去的行，妹妹不会是我喜欢的妹妹。一幅手写信，让我发消息之前先看。你觉得我应该是先看再去发，还是等我发完消息再看？妈，等我可以。我看过，看不看都不影响。文文他说这封信他看了，我觉得应该是小新找他帮忙参谋一下。你就这样啊。你被踩了，你等下。你被踩了，你等下。你不是想了？你看他吧，你看他写的什么？那我去那边看要好一点。我是新华字典，看不懂的字可以问我。我是新华字典，真的。哎，好像有一种除了我，就是全世界人都已经看过了这封信的感觉。我就觉得，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大家一起给我写了一封信的这种感觉，就反正也是一瞬间又觉得，哪里怪怪的。我认真阅读完内容，其实我就是能得出一个结论，但我这个结论又是在我前几天都已经得出过的结论，而且我已经把这个结论告诉过鑫哥，就是告诉他讲，我觉得其实我们本质上就不是一类人。说实话，我 get 不到这封信他要在表达什么。我看那个字，我都不敢去过脑，我就是阅读了那个字，但是我都不想仔细分析，就是让那个字流过眼睛，但是不进入大脑。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真是不能理解，太诡异了。
咋的？你是被派来的侦察兵？我只是坐在这儿而已，没有任何目的。直到我看完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我的表情有点古怪吧。当我一抬头，我就看见大一坐在我对面观察我的表情，我一瞬间我就，你是他派来的侦察兵吗？我就这样问他，就会有一种好像怎么连我看就这封信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然后连我看这封信的这个状态都要被人观察，就好像是那种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的世界，就这种感觉。我发的类似于就是这是一个游戏，要遵守游戏规则，所以说我必须得找一个人发，就是感觉没那么合适吧，就是想告诉他，但是又没有别的人能发，所以只能发给他。吴瑞的是享受旅行，不用想其他的，不用多想。他这个短信说实话就是让我享受当下，享受在小屋的每一天嘛。对，我感觉也是他对我一种祝福吧。我现在对王心怡的这个好感程度，嘣，你懂不懂？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太多了。就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的相处的感受，彼此都能感觉到。我感觉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吧。就明天见吧。你收到了已经？我收到一个，这么快？我今天信息短信还是写了给子轩，就是赛色那电影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给大家发。对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就是我们在下一个人生路口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诗意而且很有深意的一句话，也是我想可能跟 Chris 表达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我太恋爱脑了，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这么恋爱脑。还好吧。今天晚上的信息短信我发给轩轩的，我说很高兴在这段旅程认识你，亦师亦友。也是这几天跟轩轩讲的这个事情，可能有的时候表达不是很清楚啊，或者说这样表达再清楚一点，然后也是一个大家交集的一个结束，一个 ending， 一个正式的结束。我知道是大一发给我的，就说很高兴在这段旅程中认识你，亦师亦友的关系。我觉得他是在总结昨天晚上的事情，但是没有太懂。对我来说就是我需要去思考一下，去理清楚，就是中间他想表达什么。我觉得小戴就是我唯一的选择，只是我想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不一定要有一个回报和回馈。对，我只是想大胆做自己而已啊。那你看完信之后，有没有改变你的想法呢？当然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本质上是两种人。但他昨天真的很伤心，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很适合当朋友啊，就是那种在观点上聊一聊天。你看到信你会不会有感动的感觉？不会感动，我只是会觉得他完全理解错了方向，就是可能思考感情和问题跟他相比，就是我肯定不能说我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是我跟他比，我肯定对他来说算是很理性的人。我会这么认为，就是淡人跟浓人，我可能会更习惯跟淡人相处。我懂，像我这种很淡的人。所以你发给谁了？
我肯定还发卫衣。我就觉得他真的很真实，因为我觉得真正就是很纯粹、很真诚的人，他是会愿意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或者说觉得自己是还有哪些方面是所谓的不够优秀的。我就觉得优秀不应该只是这些表面的东西。我会感觉到我俩的状态都是非常的舒服和自在，而且经过今天比较轻松的约会，我会感觉到对他的好感度会蹭蹭的上升很多很多。他不需要给我答复，是的，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给我答复；他不想的话，他不需要给我答复，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有选择答不答复的权利，我尊重他。Look out the window, it's all horizons and halos. Holding a moment, healing the scars so they don't show. Someone say something to crush all the noise that surrounds us. 这么优秀的人也有这么多烦恼，我会感觉到每个人其实都有烦恼，而且慢慢的我会从那种第一天来到小屋那种紧张感和不配得感，我会慢慢的化成了一个动力吧。我会感觉到其实可能就是自己想多了，其实你只要做就好了，只要方向是对就行了，而且做就会成，不做肯定不会成。欧了。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追踪看剧超有料 ，VIP 剧位日历点开有惊喜，入场券签名照随机掉落。来芒果 TV 会员频道，精选活动天天见，快乐福利不重样。谁呀？我。啊？咋了？我没事啊。咋？你看见我发的消息？要出去吗？可以啊。然后今天新宇给我写了一封信。手写信。我也不知道。我感觉他没有 get 到我之前说的那些话。赶紧结束吧。我也是，我说好吓人啊！我怎么感觉危险指数就是指数增长？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我现在老期待明天约会了，赶紧出去吧。没事，大大方方，要不现在出去也行，现在出去也行。那也行，没事。我找个外套。行，那我上个厕所。好。我本来说我说要套个外套，我寻思穿我自己来穿，我寻思以防万一，我就披着它的，这样碰见那什么呢，就非常的明显。哎，失去者一看又披着这个外套又出去私聊，这多明显呢！换的是任何一个外人一看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我就决定披着了。我感觉现在如果，哎呀。哦，哎呀，不是，你咋这应激了？啊？你咋这应激了？不是，哎，真就让他撞见了。我俩刚一出去，然后就看见那个小新在玻璃房那儿，然后我这吓得我直接一转头，我说不对，咱俩又没做错啥事儿，为什么不走？哎，我跟你说，就大大方方没啥。倒也是，大大方方。我出现的不是我到的不是很合时宜，不好意思。没有啊，我想找 Chris 去，不好意思。不是，没有。我想，行，走，好。
我想啊，行，好，好，好。就那个环境就属于一个他们两个人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我觉得他应该是看见的呀。那你就先说我劈外套这招妙不妙吧？我俩怎么鬼鬼祟祟的？不对呀，咱俩也没干啥呀。啊，就大方方了。哎，有道理。我的妈呀，太好了，终于有人能 get 到我的局促。局促啊？你也局促？哎，应该也有其他人能 get 到吧？我不知道，应该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因为咱俩是属于啥也不研究。对呀，啥也不知道。完了，这2天一下知道这么多。其实，我感觉这样其实挺好的。虽然跟咱没关系，但是我感觉知道了还是会有点。哎，那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呀？都行，都行。哎，那边没灯，往有灯那边，我还没往那边走。你看的是啥消息啊？就是你的内容啊，就是你的，不可触碰的一个雷区。雷区。我写的是啥了？我雷区老多了。一个是展示自己，第二个是就是不太绅士。对，这个不太绅士是他给我总结的，然后就把你很多一些话就总结成这个。但其实不太绅士跟你说的那种什么拉不拉椅子，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不是绅士，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尊重，是吧？对吧？就比如说那种不理解的事情，可以不去反驳，然后听着就行。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尊重，就不一定非得说是我讲的话你要完全理解。你也是看了那个雷区，然后你更能 get 到我了啊。对，我看完之后我会有这种感觉。对。然后还有第二个是你的那个人生经历的故事啊。你经历了就是恋爱之后，然后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职业工作性质，导致了分手。对啊，怎么样了？对，像我之前就一直觉得。可能对于女生来讲，同样都是要维系这个关系，维护这个人脉，他们的世俗成就比女生高，就好像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或者说是觉得好像我跟人家就会怎么样。对。其实我能 get 到你这个点，是吗？对，我能 get 到。为啥？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这种，我也误会过，你知道吗？我也误会过，然后慢慢的，我就一直。才会 get 到他那些点。会的，就比如说像是对方可能看见跟谁怎么样，然后他怎么样，然后就会说啊，那你就把他删掉，就会这样子。然后可能女生会觉得本身就没什么，为什么要突然给人家删掉呢？这很奇怪。对，但是然后但好像女生这时候说不删，又仿佛是在坐实了，因为有什么所以舍不得删，就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对，所以说那时候永远都说不明白了。但是说两个人因为这个吵架，你可能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因为这个事去吵架，其实感觉没必要。其实我就会感觉，就是同频和不同频的一个重要性，就体现在这个。人跟人相处就是顺其自然的，氛围没到，状态没到，或者说这个机缘巧合没到，可能就是聊不了那么多话。但是在今天一天，我们一下就会从什么都没有聊到一下子好像又互相 get 到了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也可能是职业原因吧，就是能接触到的异性大部分都是那种他们就会因为自己的就是所谓的有世俗成就，然后从而就自动的会觉得身边的女生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对，他会有那种眼光的，他确实是会有的。对啊，你看你这不一下就品出来了。他又用的是那种比较憨的语气来总结出这个，我就会觉得他是真的很 get 到我，而且是当下是很真诚的，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的好。还有3天就结束了，我会感觉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第1天、第2天、第3天，就包括你们的职业公开之后，会就是有我也不知道为啥会有那种不配得感。其实我之前还好，我没有感觉到就是自己
就是很差。对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要叫不配得感？这种东西，你反着说和正着说完全是两回事情。就明明其实是认可和欣赏，其实就仅此而已。然后，但为什么要就是因为这个产生不是负面的表达？你知道吗？就是我会可能是很欣赏，但是如果说真想要在一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是不是需要先把自己的内核更完整一下，然后再去会更好一些？但是你能想到这些，也已经比很多人要强很多呀。对，我是这样想的呀。但是我没有暗指别人，我说的是就是比大部分就是世界上的人。对，就所以说我那时候会有一个矛盾点，就是我会感觉，哎，就10天，是不是需要把节奏加快一些？但就是加不动。我会有这种感觉。加不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什么话都不说，然后。就包括像你说，你也有想要买橙汁儿，然后给我，然后咱们的话你也特意收好，但这些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因为我确实是没有太多的去表达，所以说我感觉产生一些偏差是很正常的。我就是今天跟你聊完天之后，我才能大概感受得到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人。所以在就是动物园那天，你啥都没干，甚至我觉得非常之拉胯的情况下，还是决定选择自己相处舒服的。可能回去之后，我就是后知后觉的时候才发现，确实好像是做的不是很对。如果你让我再去回想到昨天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会感觉就是再备一件衣服比较好。所以说我今天就在我的包里就多拿一件衣服。其实也冷，他刚新跟我说穿衣服，我就不敢说我冷，这怎么办？我马上说解释。没事，我包里。对，现在我把这张照片看，这个。哇哦，如果是真的的话，那至少这一刻还是有点惊艳到我哦。是吧？就是我会感觉，确实是。是因为他也反思到，觉得自己昨天做的不对，所以今天出门他就特意多备了一件外套，觉得以备不时之需，然后用上了就给我，也会觉得，哎，有点意思哦，就是这种感觉。这是女生会 get 到的点。其实对女生来讲，她根本看的不是那些，看的是怎么做。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至少人得是能不用说太多，就是能 get 到，就是能 get 到。确实这样。对啊，所以像那天我问你，我说你都知道他们其他啥事儿吗？你说不知道啊，可能你这个回答不知道，在我这也是加分的。真的假的？真的呀，因为我这个人喜好吧，我本来也不喜欢那种就是很八卦的男生。如果一个男生就还各种去八卦研究别人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不是很接受这种。管好自己的事儿的话，确实挺好的，确实挺好的。哇，我太好了，终于有人 get 到我了。假如说可能之后万一有 get 不到了，你感觉我 get 不到，你就直接给我讲就好了。天哪，我感觉这条马路对我来说是一条有魔法的路。现在我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出去约会挺好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走了。你聊天吧。OK， 谢谢你的外套，拜拜，拜拜。咪猫。咪猫。我每天都能收到消息的2个人，可能一个是说的很夸张，但是我又没感觉到有做什么，然后一个又是你竟然做了这么多，但是你竟然一句话不说，就觉得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但是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能更加的确定自己是会更偏向哪一种的。对啊，我感觉这个就算是有剧本，可能也想不出这么优秀的剧本吧。
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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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瑞文又找我了，他说你哭了，你很纠结。我就感觉这个事我搞得大家里外不是人，然后我就非常的难受，对不起大家。又咋了呀？我的妈呀！你为啥哭呢？因为你知道了我跟你说的一切，你就心疼瑞瑞。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嘛。他心里对瑞瑞还是挺有好感的，因为有好感，所以你才会替这个人去辩解。就是我看着那个自然法则，就是自然法则吗？就是比如说，你看《动物世界》那个狮子去捕杀羚羊，我就会非常同情那只羚羊。但是这就确实是自然法则，他们生存的生存。那你现在是不是这跟你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你遵从自己的心吧，对，因为你毕竟是先喜欢他了，对，这个我能理解你。我觉得你还是说这时候不能开玩笑，这时候就表达最真实想法，让文儿知道，文儿现在需要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复。我不需要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复，我觉得你遵从你自己心过就行，因为我不是一个急着要答案的人。因为感情的事儿是在一块儿，两人在一块儿是开心的，是舒服的，得是要开心。如果你跟我在一块儿，然后你这么纠结的话，你不纠结，那你就别纠结。我也不是急着要我从来不是一个急着要答案的人。你愿意等？你愿意等吗，兄弟？我今天也跟瑞瑞说了，我觉得两人在一块儿，就是能不能在一块儿是看时机和缘分，不是说是我要一个答案，我们今天就能怎么样。如果说我今天非逼着你做出一个选择，那可能这个选择你没有深思熟虑好，可能后边还会后悔，你可能会觉得你形象就会更被别人架着，你知道吧？文儿，通透，文儿太通透了。我觉得田雨辰就反复找我们交流沟通聊天，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就是他可能想明白自己的心，他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要什么。我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也不想给田雨辰增加太多压力，因为他好像觉得每个人都在压力他，让他快速做出一个选择，然后他很痛苦，有点不用急着做一个选择，因为你是急着做一选择，你才把自己陷入到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就是我觉得反而就是好说，你越急的时候魅力会减，对，你反而越chill越放松的时候，你的魅力你充满了魅力。他多chill。我跟你讲，这个节目播出后，你会被捧得很高，我会被骂死。兄弟，你包被骂死的，我会被骂，你肯定被骂死。有人可能已经睡了这个点儿，有人可能已经躺下了，就扰民了咱。我跟你聊，我跟你们每人聊完之后，我其实心中就是非常的。咱走吧，越来越明了。该认真说点话。拨云见，拨云见。因为其实你今天他跟我说你这个举动的时候，你找他，然后你落泪了，他说是觉得你自己做的不好。其实我也明白，你还是对他有点那个，因为你刚解释了一句替他，你说人都会犯错。我懂你那个感觉，就你为他解释，说明你这个人是真是个还是个挺好的人。你并没有因为一个女孩一点小错，然后你把这个人全部否决了。你也承认了他对你是有一些吸引力的。就在我这里没什么好过不去的，因为其实他今天也没跟我聊开。如果他能敞亮的跟我聊这件事儿，其实就过去了。因为本来我也是说真心想跟他。你知道你脑门有俩字吗？格局。这不是格局的问题，就是我做人就是这样的，一直。真实，你比我真实，我是假真实，你是真实。我也不是假真实，就是我会考虑很多事情，就是我之前。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中了？不是说中了，就是你说的每句话都在点上。所以我说我不急着说，我急着非得今天晚上你一定做一个抉择。没事，我已经抉择好了。我其实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抉择好了。就是一天，其实可能你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每天都。你可能外边长得挺成熟的，挺高挺壮的，你内心里小孩子成分还是占挺多的，你没有那么成熟。我承认我在感情这个方面。对，因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那天早上我们344这个组合出去之后，你下午来找我，那天我其实搭理我，我不是没搭理你，找我聊了之后，我那天晚上我依旧把短信发给了你。为啥？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你愿意给我时间，对，但你出去之后，你发现那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还有勇气能跟我把话特别敞亮的说开这一点，这就是我一直跟你约会的原因。这就是咱俩能 match 到的原因，你知道吗？我就不想说那些稀里糊涂、囫囵吞枣的话，我就喜欢把话说明白。对，就是可能我们就欣赏彼此的点是相同的点。而且我当时跟瑞瑞聊天，他确实我听就是没有说的特别敞亮。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我也了解了。我懂，我也理解，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说不能所有人都像咱们这样，对吧？可能咱们这样有好有坏，他那样有好有坏，就是没有一个对错之分。但是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能互相。对，他没有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是出于说是很多原因，我本来就不想说出来的。大家第一天都说是要坦诚要真实，那我觉得就还是讲出来。你是所有人中的 MVP。你是高光时刻，可能我也就是在这个事儿上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有一些不够处理的不够妥善的地方。没，你做的太好了，我跟你讲，就是完全是你在包容我，真的，完全就是你在给我时间，你在包容我。谈不上谁包容谁，因为这就是所以说就是时机的问题，他就是你就是先认识他了，没办法，就是我就是晚来了这几个小时，你就是先一眼先看到了他。也许如果说是我们是同一时间遇见的，可能结果不一样。你记得有一天咱们在沙发上回答问题那节，我能感受出来你是一个挺看重那种第一感觉的那种人，可能第一感觉很美好，这都分享出来了，你可能就会为这个第一感觉一直买单，不断的。哇，我跟你讲，你这话应该录下来，发给我 MP3，让我反复在耳边聆听。真的，你这句话太有格局了，而你这句话完全说到我的点上了，我就是这样，你能看透我，你能看透我。Sorry， 喷唾沫星子了，你能看透我，真的，文儿，你是文儿。行吗，文儿？你太牛了！你别捧上我了，行吗？我说你太闪亮了，你就是巨响，你现在巨响，你像个二踢脚，你得炸2声。我为什么不能一直炸了？你会一直炸，真的。所以，如果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男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轻易的会原谅这个人。因为你很坦诚，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人就是撒包火。对，我这个人就是我原谅你的原因，我就是钦佩你这份坦诚。咱这个不是钦佩上了吗？互相都钦佩上了，我就是钦佩你的这种真实。哎，你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不是，我真不是，我没有吹捧，我说话你就按照自己心走吧，就其实怎么都行，你知道吗？就是也不是怎么都行，因为你这样那么难受，那么纠结，你又哭了。人家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我就爱哭啊！我所有的哭都是因为这些事儿，我只会因为感情上的哭。真的，我就是一个这么可能一开始很难，或者说会无数次反复横跳抉择的人，但是我一旦认定之后，我就是会，你知道吗？我相信你说完之后，我也能跟我自己和解，我觉得太牛了。你可能没让我说啥，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说啥，但是我想表达意思就是我在肯定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完全在对。早点休息。太牛了！通透格局，大格局必成大事，必成大事了，真的。我真的谢谢你能跟我说这些。我先去了啊，去吧，拜拜。
赶紧发呀，干嘛呢？我想想那种啊。我跟文文情况就是非常敞开心扉，可能我对文文的喜欢不是像瑞瑞那样一见钟情，但是文文更多吸引我的是她的性格，是她的态度，是她的这个整个人的散发出来的那种魅力，这是文文吸引我的。只是我在抉择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因为我太想知道我想要什么了，但是没有那么的想去冒这个险试一下，所以说文文给我这种肯定的感觉，他最终让我选择了文文。谈不上开心，我也不好说是什么感觉。他就是在不断的摇摆，他就是这样的，要淡定，要平静。好像我们收到短信了。有意思，你们可以提前体验情侣生活1天。你们需要在1日内的约会中完成：1. 互取情侣昵称；2. 进行情侣约会；3. 拍摄情侣写真。现在请你出发，拆他的房门，当面要想成为1日情侣。现在请你们依次出发完成邀约。你谁先去？又要选，每天都要选。我没啥好建议，应该没有人要再邀请魏毅吧？那我先去吧。我先去吧。你先去看看怎么个事儿，妹儿。我先给姐姐探个口风。哼，就觉得今天可能也在家待着，没什么感想，就是挺好的。看到信息的时候，我是比较期待许知轩一起出去约会的，感觉会很开心。我今天想要约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和芊芊一块出去，然后我想快点出去玩。Hello, Nico。哎，你怎么上楼啦？你怎么在这里呀？怎么在这里呀？宝宝真乖。今日的约会主题是1日情侣。哎，请进。Hello。请进。你愿意成为我的1日情侣吗？可以啊，我愿意啊。可以啊，我愿意啊。好，那我们走吧。现在？啊，应该你要换衣服吗？走。我今天粗糙一点，端庄一点。我先回吧。你先试。当我听到今天是女生主动邀约，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是那种在生活中，不管是事业还是情感还是交友，都是喜欢自己去把控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与其等别人来选我，不如等我去选别人。好，排练一下，等我一会儿，等我1分钟啊。哦，笑死，太帅了，就这样。因为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出场，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是借了星宇哥的墨镜，然后我就去敲了 Chris 的房门，因为我想邀约他嘛。哇，这么你要跟姐姐出去玩吗？去哪？啊？去哪？不知道，你要拒绝还是好？好。好。你等会儿，你先等我收拾一下。现在吗？对，马上出发。等会儿弄一下头发。门口有一辆法拉利在等你，快。等我一下，好。就等这一刻很久了吧，然后觉得就是能够自己去掌控，然后去邀约自己想邀约的人，还是挺有意思的。都是每天就跟他一起约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缘分，就可能会比较自在吧，相处的时候。来了。我说今天带你出去玩去。OK 啊。OK。
OK，那就等下我再来找你。行，好，一会儿见。行 OK。当时戴戴邀请我的时候，表面看着波澜不惊，但是内心其实小鹿乱撞，内心的 OS 活动，挺好的。我觉得我跟薇妮的状态在这个小屋里，我们两个算是比较同频的，所以就有一种很轻松的出去玩的一种心情吧。又开始了。谁想出去啊？哟，这么快？就你自己吗？谁想出门？你让鑫哥搁家待着吧，鑫哥知道结果了。你让我也在家待着吧，太累了。谁想跟我出去？你们仨？你是不是想带他们一个人出去吧？我也没有，也无所谓，我觉得。真无所谓吗？嗯。那就咱俩出去。走呗。走呗。那女生先回去，男生在屋里等着。我没有直接邀约田雨辰的原因，我感觉田雨辰呢，好像跟瑞瑞好像还有一些，老是说是要说清楚。我在想要不要给他们一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去聊一些事情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跟文文其实心中是有种默契的，我知道文文会来选我，但是我内心其实也是期待瑞瑞来选我的。这样对瑞瑞很不公平。什么叫不公平？他天天都自己玩，我俩自己玩啊。但是瑞瑞他的落差太大了，他一开始天天跟不同男生约会，到现在就是那种他落差有点大，你不觉得吗？对不对？不知道啊。这沉重的步伐。就是我不想再发过红票了。你不想再发过票，想一直发着玩，可以啊。我还以为他对我还蛮有意思的呢，结果给我当头一棒，我以后要坚定的选择玩，我像个小丑一样。我肯定不能再要点黑皮了，所以说其他人的话应该都会有固定的匹配对象了。然后我想的是就去邀请小新和大一，然后这两个其实我在内心里面纠结了蛮久的。明天我不会那么的主动打扰你。对。哎呦呦！哎，脚扭伤了，脚崴了，挺严重了，挺严重。姐，大一呢？大一呢？大一在里面呢，大一睡着了。干嘛呀？干嘛呀？有事就在这说。因为是游戏规则，我必须得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男生可不可以拒绝，可以拒绝，但我不太好选小黑。新哥受伤了。因为我想的是，我今天可以轻松一点，我不想怎么说话。然后小新的话，可能因为他最近有很多想倾诉的，可能他的话比较密一点，所以说我才想说，那我就选择李大一吧。你选新哥吧，你选新哥吧。然后其他人也都是有人卷啊，你再给我翻白眼。你可以翻白眼，但是应该如果说不想去，应该是可以拒绝的。你可以选别人，但不要选我，因为我不想去，我真不想去。我做完选择了，老师，对。
我做人选择了，对吧？你就选小黑吧。我不知道你选的谁啊，我知道你选黑皮。其实我今天上去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里面大概有个预判，我觉得他可能会拒绝。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就是前几天还是比较有礼貌的一个状态，也有可能是我敏感啊，就是他会有一点点说话有点冲冲的感觉，对我翻了白眼，类似于这种吧。我当下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我有预设到他会拒绝我，但是我只会承担他拒绝我的这个结果，我不承担他的情绪。我说实话，我有点无奈。我当时翻白眼的意思，其实就想说你们自己心里明明都有答案，但是你们却要昧着深层的自主意识去选择别人，那感觉好像就是自己被拉下水了。我觉得我有点无奈，因为我挺不喜欢参与这种就是那种纷争开始了，然后啪把我拉进来当个炮灰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除了累之外，我还有这样的心情在里面。哎，你知道吃瓜好有意思啊！吃瓜对我来说，吃瓜好有意思啊！不是，主要是我不想卷入这场纷争，所以我真的懒得去。我说实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很不公平，知道吗？我不想去，我都没感觉，我也没有好感，非得给我拉下水干什么？所以我感觉说的也有道理，就是不想去就不想去，然后想去的就去，因为我想跟瑞去。我只是想置身事外。是啊，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现在就强扭的瓜不甜。我一点不奇怪大一拒绝瑞瑞，因为大一他说过他对瑞瑞没有任何情感了，之前的对他喜欢，他发现自己其实对瑞瑞不是喜欢，可能只是一种了解。所以说，大一感觉他这几天很累，他想在家休息休息，所以说我是非常理解他的。我当时就已经觉得这个事情很尴尬了，就是他做出的这个举动，我拒绝他了，这个后果他要选择自己承担，因为一个人他做出选择，他得到这个后果，他要能承担得起。想去的人去不到，不想去的人非得让他们去。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文直接选我呢？文问你俩说谁想跟我，但是我确实不想去，我都想哭啊！就让文选你，然后瑞选我嘛，对吧？因为文很善解人，他是懂我的意思，然后他也想体谅你们俩，觉得你们俩闷一天了。我知道文人是挺好的，确实是他。我跟瑞瑞其实我俩对互相了解，还没有真正的开开心心的去一起玩过。你知道，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白月光，所以说我是挺想通过今天的这个一日秋旅来完成我内心的一种遗憾吧。就是我感觉这个遗憾没了，我就没有任何念想，没有任何想的了，我就可以彻底的跟文文干下去剩下所有的事情。真的，如果明天是反过来的话，你们先去把文给选了，然后我刚好就是能跟瑞瑞再不留遗憾了。你别整那个劲儿，人家邀请你了，大大方方的。邀请我又怎么了？我有权利拒绝，我不想去就是不想去，怎么了？没有权利拒绝，我不想去就是不想去。不可以这样啊！你们自己的事自己处理，把我拉下水干什么呀？我要是说我对他还有好感吗？他要我出去玩就算了，主要是你就出去当个朋友一起玩不就行了吗？我懂你，他就怕把这种心情再给你点燃了。不可能，就是你好不容易从自己这个中抽离出来，然后又给你，你想多了，你想太多了，还就点燃了，怎么可能啊？快去，大大方方的。我确实是有点累，你知道吗？人都邀请了，邀请就要去啊，别下人女孩面子啊，对吧？问题是我现在卷在这场纷争当中，让我很不舒服。什么纷争？你就出去玩去了，有什么纷争的？对吧？你说呢？这还不明显吗？大家出来玩整的不乐意干嘛？就是才认识9天10天的，对吧？出去玩一圈的咋的？朋友不能出去玩啊，对吧？是吧？确实是很困，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太想跟吴瑞一起出去玩，是因为我不想卷入到他们3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当中，我觉得他们3个人应该自己去聊清楚。
大姨，你不出去吗？大姨不想动，啥意思啊？要不然你们俩出去吧。不是，你遵守规则呀！你让他赶紧下来，躺着不动。Hello， 咋啦？要不然你小新吗？对，不行，我觉得对小新不公平。我最开始就没选小新，然后让小新陪我，那啥意思啊？但是大姨她不想动，现在的。那他就不动呗，我就自己玩自己的不就好了吗？这么chill，这么chill。但是他可能心情不上，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心情不好。我不想强求他。瑞瑞，我想出去玩，瑞瑞。那你们出去玩啊？你们俩出去玩呗。大姨在装死，趴在床上。我是觉得，如果我选了大一，然后他拒绝了，然后我再选你，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我没有，你不用想那么多，真不用想那么多。瑞瑞，你太美了，我想跟你出去玩，瑞瑞，我想跟你出去玩，瑞瑞。我怎么解围啊？能不能商量一下？就是你跟心雨出去玩，我接着睡觉去。对。可以啊，只要你怎么样都行。对，因为我都无所谓，我真的是睡着了。对，有点难受是吧？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啊，选择性的对我发火，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发火啊，可能就是选择性的发火，可能他觉得他可以这么做吧，那就让他这么做就好了。但是他不出门的话，我也要完成我自己本来就要去做的一个事情。要不咱4个出去玩吧？再加一个我想让你选我。对。你想让我选你啊？我不掺和。我也想开了，如果明天我能选，我选你。这么 real 吗？别搞了，别搞了。我已经弄得大家都不爽我了。瑞瑞，我想跟你出去玩，必须浪漫过他们。哎，你们真好。刚才文说新哥是白领性格，一点就就是啥。文说新哥不一点就燃起来了，一下就燃起来了。怎么瑞瑞不再爱新哥了是吗？爱不起来，我讲真的爱不起来。我已经玩看新哥3天没出，是想跟新哥玩一下。别说了，累了，心累了。那咱们去。你3天也没出门了，咱是说。走吧，拜拜，拜拜。等一下啊，要吃糖啊？谢谢，但我应该不吃，可以放在这里。行。今晚带的包比较小，没带充电宝。我带了。这么牛 ？OK。谢谢，我的手机又忘充电了。天哪，今天的天太好了。我也觉得。是吧？嗯。就很让人还没去就感觉让人舒服。今天都必须用昵称互相称呼对方，那就这样，你叫对，你叫小魏，我叫小戴，这样非常的简单。嘿，哇哦，这也太可爱了。戴老师来了。听过我的名号，听过我的名号。哎，要不这样吧，其实咱俩蹲到这儿，然后拍个狗也可以。你可以站到后面去，我蹲在这里。哎，等一下，这后面还有只八哥。哦，他想跟你一起。你小心点，他别咬你。1、2、3，切住。哦，这么乖。对。他在给你撒娇哎。哇。你还是很有狗缘的。你感觉我是同类是吧？我走了。他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我走了啊。他想让你陪他多玩一会儿。那我们一起和这个小八哥合张影。来吧，1、2、3，茄子。哎，这个角度感觉可以。精通9级，呦，慢点。呀，他不想让我们走。啊？他在绕你呀！你等会儿，别动啊！等一下。谢谢。过来。他也不想让你走，难得有人陪他玩。
好多小猫哦，它会喜欢人吗？嗨，哎，你这样我给你试一下看，拍起来好看吗？哎，可以。这里的小猫都好胖。哦，这么多小猫。看做哪一个手工？有豆荚娃娃跟果壳风铃。那就这样，你做一个，然后我做一个，我们两个换。可以。嗯，也是开启了手工之旅。这谁发明的做这个东西？我感觉很难呢，有点后悔选了一个有点啥复杂的。复杂。对，选错图案了，这个图案根本不适合我这颗豆荚。算了，就这样吧。你相信我做这个真的丑爆了是吗？你绝对想带回家那种。通过你的画作，不敢相信你这句话。你真的，你这次可以相信我，绝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这种东西。我也是，我来这真的就很多都是人生中第一次做。主要是手工这种东西是以前我都没怎么尝试过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手笨，现在才发现自己手这么巧啊！天哪，我选这个真的选的太好了。选了一个最简单的。不是，是很有难度的，只是正好。真的假的？真的。你要是做的很丑，我就不把我的给你了，因为我感觉我这个很好看。真的假的？真的。我跟你说，我这个不能说是最好，但是肯定是很牢固的。我不信。哦，牢固我信。好不好看我存疑。这个虽然是说是要给你做的，做到现在我感觉我又舍不得给你了。哎呀，太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太好了。今天的做手工我觉得比较有趣，因为它是用热熔胶然后来粘贴，而且再加上这是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又在当时的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下，所以反而激起了我的一点点挑战欲，还是想要认真留下一个作品。跟他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感觉我俩现在的相处是更自在，哪怕我们在做手工的时候可能很久没有说话，都是沉浸在自己去做手工的同时，不会感觉到像之前那么有一丝紧张和尴尬，很舒服很自在的一个相处方式。我差不多了，从这边就差不多了。这么快？你要是做完了，我可能需要你的协助。你需要哪儿帮忙？我胳膊盯不住他的胳膊。哎，那我帮你，我不就看见了？我还没画眼睛、鼻子、嘴。这啥？你这是女巫是吧？不是，这是一个小熊。小熊，不好意思。呀，固定住了。你看不出来吗？可能没有眼睛。我这个不比你那个复杂一些？我的是这个。你这不画这眼睛，我觉得还行。你这眼睛画了、不是这个眼睛，刚那个记号笔不对。哦，但确实比我想象的好一些，是吧？是不是好很多啊？我俩都进步了。我做的，你做的比我想象的要好。我这个有没有让你惊喜一下？并没有。不是，主要眼睛没画啊。好了，竣工了，还是不加了。戴戴，我先去洗个手啊。好，不是得还小戴吗？他就这样啊，小戴。大哥去洗手了，神经！哦，我真太牛了，是不是还可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手工，我的已经大功告成了，你的我已经看过了 ，OK 吧？我跟你说，我修修补补，真的。啊，你把它这个涂掉了啊？涂掉了好多了，对吧？但还是有点丑。这哪丑了？你选的这个图就不好看，但就是做的很还原，是吧？你看我这个。你好，我是今天给你们拍情侣写真的一个剧照师，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拍摄的主题。哦，谢谢。先拆，然后等会儿我们就进行拍摄。好，好，你先欣赏一下这个，我把眼睛都加上了。啊，你确实做的要比我好看一些，好看一点儿。我们的情侣主题写真是
出狱，完成以下动作拍摄，感受爱情萌芽时的青涩，不经意的轻轻靠近，回头温柔望向彼此，自然的相视一笑。我感觉容易笑场了，看着这个字就已经开始想笑了。那我们先去拍吧，正好那我们马上落日就没了。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怎么办？可以拿着我们的东西展示吗？可以啊，可以啊，走走走。哎，其实应该用这个应该拍张照哎。茄子，耶 ，OK， 完美。好了，现在它是你的了。对，它也是你的了。感觉你跟我交换，你很不是，我感觉你很嫌弃。这么明显吗？没有没有，还是蛮可爱的。主要是觉得也是一种手工上的进步。走。有没有人管我的发型？蛮好的。我没准备好，你就快门，太快了。每一帧都很好看。谁在笑？然后我们可以自然的相视一笑。好看，特别好看。说实话，我是有害羞，但是没有不适和尴尬，因为是情侣主题的写真，所以我理解的出狱应该就是刚刚互生情愫，然后比较有小害羞，然后但是有一点小好感的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的脸可以稍微回一点点，半侧对。好看好看。两个人稍微坐得近一点呢，不用那么拘谨。确实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在摄影师的不断 Q 下，我会感觉其实这是一个慢慢从不自在走向一个更舒服的一个状态。行行，好好。一个社交距离慢慢变成了一个亲密距离的那种感觉，我会感觉挺好的。也可以靠向对方，对，很好看，特别好看。然后我们动作可以俏皮一点，很好看，很好看。看向对方。看我，1、2、3，好看的。你们两个挨近点。感觉像拍那种什么爱格小说杂封面那种，有点那是吧？哦，这个很好看。我感觉戴戴他在拍照的时候还是比较大方的，大方得体的。我俩确实拍的氛围感比较好，而且是有一些青春气息在的。那这样吧，你看发我看镜头也可以。好好好，来，那。You are my color. You are my color. 我觉得就会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也非常符合我和他相处的一种状态，就是非常的简单，挺有那种校园感。OK， 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儿，辛苦老师。好，谢谢。哇，走，太阳。
你这个跟我家装修风格巨搭。你看我家的装修风格，现在是不是摆在这个位置？可以。然后下面横批一个为爱闪耀的他，就很应景。还要打上 logo， 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你在哪画的呀。这些东西自己留着不就行？就我说不是有纪念意义吗？知道是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有的吗？那再怎么着，这也是咱俩做的，这个手工跟节目就没关系了吧？行，我给你签名吧。开玩笑啊。那你给我签吧。算了，可以 let's go 了。啊，你看，假如说节目有10期，现在是8期，有6期咱俩都是在一块儿，可能就是站在那几天的角度来说的话，也还好。可能是你的角度还好，我的角度我是感觉我的妈呀，就是出去一趟可耗我精气神，因为我一直在想讲什么，然后各种各样讲，然后看你会对什么话题能稍微有点反应。我那时候就这么木啊，你要不说话了，我确实，我现在这样一想，咋感觉在我之前的行为感觉到迷惑啊？对啊，动物园那天才迷惑，动物园那天我都感觉就是啊，是，妈呀，你这样说确实哈。对啊，就是我感觉动物园那我 vivo 得被喷死了。然后我现在知道这男的在干啥，问好，还笑。呀，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干啥了？但没关系啊，第7天我们一下就什么都聊开了呀，给他们一个反转惊喜。天哪，又回来。紧张吗？还是开心？还是欢乐？感觉更多的是不知道等一下又会发生什么，又让讲什么。我对你什么感情，你应该是知道。在我的视角，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呀。为什么不在文字里写了吗？在心里不写了吗？你俩聊点开心的呗，你俩开条抖音呗。我配吗？我现在说这话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些话？那你觉得你实际真正需要的一个女孩是啥样的？你这样的。然后，但是其实吸引你的是瑞瑞那种。你现在对这黑皮啥感觉呀？他给我的感觉呀，就是他做的决定都是身不由己呀，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咱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就乱入透了，好像要不让我逼的。